嗨，大家好，我是强哥，好久不见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本期视频呢，我会重点讲一下 K 线图的技术分析系统里面最基础的部分，我会仔细去谈一谈怎么样去判断趋势，让刚接触币圈的新小伙伴们能够尽量的去搭建自己的技术分析学习这么一个构架。在这里面呢，我会重点的阐述几种形态及数据内容，他们的技术分析的目的和本质到底是什么。本视频的内容呢，主要是对刚进入币圈的小伙伴，前期希望能够依靠于别人的分析和别人get到的点位来获利，这个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自己也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学习别人的点位来做交易，可能在认知上来看呢，确实能够说得过去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点位其实只占交易的一部分。如果你只依据点位去做交易的话，这样就好比我们只带着耳朵去倾听世界，少了其他比如味觉、视觉、嗅觉之类的维度的东西，那么风险就会自然而然的就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做交易亏损的原因。好了，废话不多说啊，我们就开始今天视频的正式部分，就是我们学习技术分析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应该怎么样去系统来学习技术分析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大家可以记录一下，目前是看行情最好的网站，那就是 TradingView。 这个网站后面有时间我也会出一期怎么使用的视频啊。如果你现在还不熟悉的话，也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知道有这么个网站就好了。也可以去看其他博主的相关 TradingView 的一个教学视频，网上都是大把的哦。因为 TradingView 它基本包括了整个交易系统的行业里面的内容，比如股票、黄金等等。正如大家所看到，我在这里做了一个目录啊，也就是 K 线基础技术分析的一个目录。那第一个就是对趋势的判断，它有了我们的一个形态结构，我们才去收集市场的数据，相互技术指标，最后才是进阶的内容等等。其实在 YouTube 上面的观众呢，基本上是市场上水平比较高的一批人啊，也有很多人他通过自学呀，或者是上课的一些形式来学习技术指标，但是呢，很多课程它过分的强调了，比如说这个第二个形态和结构，以及第四个技术指标的一些内容，导致很多初学者呢，他就非常的依赖技术指标跟形态来做交易。所以呢，我会把技术指标和形态放在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在我看来呢，他们都是一个辅助判断趋势的工具而已，其实是通过图表来分析出其他人的交易的倾向。大家可以认真去思考这句话的一个真正含义啊。那聊到这里，如果说有币圈的大神可以飘过啊，就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那如果是新进币圈的小伙伴们，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视频的最后，对你们有所帮助。那我们就先从最重要的部分开始，也就是一个趋势的部分开始讲。我们判断趋势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通过判断趋势的形态是否还要继续延伸，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转折，以此来判断我们是否能够入场了。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以现货这个角度来看趋势啊。在现货中，我们想要的是低买高卖啊。可能大家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像一句废话？正是因为低买高卖，所以我们才希望找到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就在你的脑子里面，大体的想一下上升的趋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比如在币圈里面，上涨的结构通常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我这里简单画一下啊，大概的就是这个低买高卖，再降低，再升，再低，再降，上升，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趋势。上涨的结构通常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一般呢都是这个样子。
上涨它就基本有一定的下跌，对不对？上涨了就有一定的下跌，再上涨。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这个对应的基础上面的一个趋势形态来做一个全面的解剖。在这里我就用2种颜色来区分啊。这里上涨我们表示红色吧，下跌我们就用黑色吧，就随意一点啊，发的比较丑，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时候我把上涨归结为红色，下跌呢我就帮它标示成黑色。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红色的上涨部分呢，其实它是比较长的，对不对？而这些黑色部分呢，其实它是比较短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上升的趋势里面，涨得多，跌得少。那听到这里呢，有的小伙伴们可能觉得又是一句废话，对不对？但实际上呢，在市场做行情判断的时候，大家都会经常性的遗忘这个关键的因素，上升的趋势就是因为涨得多跌得少，所以才被称为上升趋势。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它的底部，我们看一下它的底部在哪里。那这个是不是它的底部？对应的这个也是底部，我们开始的也是一个底部，对吧？我们简单的这个也是它底部，最开始的也是底部，对吧？那你就可以发现说，它的底部是不是逐渐在抬高？我们用一根直线来表示。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底部逐渐抬高？我们将底部称为 low， 底部逐渐变高的过程我们称为什么？ higher， 逐渐抬高。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上市趋势中底部是逐渐抬高的。那么用道氏理论来说，就是一个 higher low 的一个形态，也就是上升趋势。这个我相信就比较好理解啊。那什么时候代表上升趋势的一个终结呢？也就是说，你的多单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出现了那么一个底部，但是这个底部它不是逐渐抬高的。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另外一条线来画，用一个深蓝色的，这个有了，用一个黄色的吧。那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黄色的画出了这么一个底部，其实这个就要比这个4号的底部要更低了，对不对？这就代表说它的上升趋势已经被终结掉了，它就不是逐渐往上去的了，它就不是继续往上升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上升趋势通道已经终结掉了啊，我们的多单其实就可以跑了。所以趋势判断的含义在于说，通过底部和顶部之间的高低关系来判断市场的一个整体趋势方向，要顺着这个趋势的方向去做交易。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下跌的趋势是什么样一个趋势呢？上升趋势是一个由底部逐渐抬高的，那么下跌的趋势显而易见就是顶部肯定是逐渐降低这么一个过程，对不对？那这是它的一个顶部逐渐降低，这是底部，再到它的顶部，再到它底部，再到它顶部，再到它的底部，也就是它们的一个顶部逐渐的往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上升的趋势是底部逐渐抬高，下降的趋势是顶部逐渐的降低。所以就是下降趋势，顶部逐渐降低，趋势的终结，顶部或者说底部不再延续之前的上升或者下降。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顺势而为，而不要去做逆势的交易。逆势去做交易的话，就非常容易的产生亏损状态。所以趋势我们可以得出判断上升或者下降的趋势，
以及趋势是否延续或者终结来顺势操作。好，那我们第二部分呢，就是形态和结构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M 顶，把它标成黑色哦，这样蓝色的我怕你们看不清，不怎么显眼。就比如我们常说的 M 顶，或者是 W 底，然后就是头肩顶啊、头肩顶啊、头肩底啊这些状态，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判断趋势的。它主要的意义在于说，能够告诉我们现在这个趋势是延续或者是终结的，只因为有大量的计算和大量的案例来告诉我们这个图形大约是长成这样子，涨上来跌下去，又涨上来又涨上来。我们看到这么一个部分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M 型的，我们一般在交易过程中呢，帮它称之为 M 顶，对不对？那为什么是 M 顶呢？那其实就是它有背后的原因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我们称之为它一个，把这条线改成红色啊，那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条，我们把这个标的颜色为红色的这条线，我们看到当价格第一次冲的时候没有冲过这条线，那第二次冲的时候还是没冲过这条线，对不对？代表还没有冲过红色的线。那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鼓作气，二摔三而竭，也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当你二摔三的时候，就代表已经冲不上去了。当然这个 M 顶的话也会有非常多的变种啊，比如说它这里冲2次也是没冲上去的，它也可以冲第3次，第3次也是没冲上去了。其实在这个背后，它就代表的说，你能够通过对应的这么一个形态来判断之前的这个价格，在之前打价格战的时候呢，多空双方的一个角力过程，这个就代表的是多方连续冲3次都没有冲上去，所以呢，我可以选择去做空或者是离场的动作。以这么一个形态结构，其实它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并不代表说它立马就会往下跌哦，它有可能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立马就往上冲，一下就拉升上去，那这就是币圈经常会有的一个诱导你去做空的一个趋势。那还有比如说呢，这个价格是这么上下震荡的，你就会发现说，它整体这么一个趋势呢，其实像中间收敛的这么一个趋势，对不对？那我们一般呢，当这种形态记得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可能往上，但是呢也可能往下，但是一旦突破之后呢，它的整体趋势可能就是比较强，它就会选择像这样突破上去。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啊，对于我们的它指导的意义是有限的，但是呢，当你的这些类型与武功秘籍的东西你记得越多的时候，你也能够大体的判断出来后面的一个走势该怎么走。如果此时你去做单子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突破之后来做你的多单，就是一旦它突破这个 M 顶的时候你做多单，那么上面这一段利润其实你是能够吃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到的一个形态的结构结论就是趋势是延续，要么就是终结。趋势是延续或者是终结，这个呢就是形态和结构的一些简单的基础分析啊。那第三个呢，市场的数据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看的是活跃数据啊，因为活跃它比现货要走得快一些，大家会把更多的单子来下到活跃上面，所以活跃有指导现货的这么功能啊。比如说像多空人数比这类的数据，那比如我们来到币安啊，那在整个币安市场里面呢，做多账户的数量和做空的账户的数量的比值，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啊。这里周期是5分钟的，我们可以看到，对吧？比如7点45到7点50这上面都有
空仓人数比例 34.51%， 多仓人数比例 6.15%， 它的人数比值 1.9， 到这个最高点的时候 20.55 的时候，3月31号也是今天，这个是实施的啊。多空仓人数比例 32.86%， 多仓人数比例 67.14%， 多空人数比值占了 2.4。 在这周期这里我们也可以调的啊，比如说1个小时、2个小时、4个小时都是有的啊。那这里对不对？大家都可以看的。比如在最刚开始的时候 1.7 到2点，最低跟最高是 2.7， 达了1倍多啊。也就是说它的多空人数比值达了差不多1倍多。那么你作为庄家来说，在这个时候你就更愿意去让行情的人是下跌，对不对？去收割这批散户，还是说让行情继续走上去，让散户赚钱呢？那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啊。通过多空人数的比，它能够看到大体的多空人数去收割散户所在的大多数的那个阵营。比如上面还可以看到大户持仓多空比，对不对？多仓的在这里持仓 62% 点多。那这时候如果你选择去做多的话，你的风险是不是非常高，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大的一些数据来正确的做自己的交易策略。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相关的数据，你都是一头雾水够懵，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当这些数据你去调研出来统计后，此时选择就非常重要了。你一定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在市场里面你要站到少数的那个派系里面去，你要学会去把自己的脑子变成庄家的脑子，来去和其他的散户做博弈。我们一定要懂得换位思考，不能只站在自己的一个维度上面去思考。当我们收集这些数据过后，要把自己调整成庄家的位置去看待市场一个行情，以及大部分的散户的一些心态，去做出正确的一个交易策略。所以要看这些数据的话，小伙伴们一定也要拥有我们的一个交易所账号。在这里，如果新小伙伴们还没有币安交易账户的话，可以点开强哥任意一个视频，这里有一个更多展开按钮，下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币安交易所账户啊，第一个就是币安交易所下载连接，小伙伴们点击这个连接就直接会去到我们的一个注册页面，同时使用强哥的邀请码 TBNL8Q68，你就会永久享受 20% 的免费交易手续费，这也是为我们开源节流啊。小伙伴们想一下，交易1次 20%， 交易10次，对吧？交易100次，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会为我们节省一大笔的开支费用。所以还没有注册币安交易账户的，可以暂停视频进行操作。如果还有小伙伴们不会注册的，也可以去看强哥的往期视频啊，都是有详细讲解怎么注册、认证，包括入金、出金都有讲解的。我相信小伙伴们一看就会啊。当我们注册 OK 后，拥有了币安账户交易所，你就会在币安交易所里面学到非常多的一些东西。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币安网页里面查看对应的关于这个指标的解释。你需要做的就是对每一个指标背后所代表的行为要做出一个基础的判断，以及这个行为的背后下是哪两股势力，这两股势力分别代表的是哪两种趋势，你怎么去利用好这个趋势来辅助你去做多或者是做空。所以市场数据这部分就在于说找到庄家的位置，换位思考的问题，才能够让我们的小金库稍微鼓一点，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收集市场的数据就是查到各种我们需要的数据，需要换位思考，站在庄家的位置做好我们的策略。好，我们看第4项啊，相互的一个技术指标，就是它就是通过计算过往的数据来汇总出
的数学模型辅助线来辅助。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绿色的弯弯这个线，这个线呢就是我们常说的 MA。 那么你能发现说这些 MA 的辅助线呢，它的计算的由来就是依据之前的数据来做的，所以呢它的原数据都是用过去的原数据，这些数据都是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它对于现在的这个未来的行情来说呢，它是比较迟钝的。所以说如果你只用技术指标来做交易的话，你很容易导致你是在行情中期或者末期才进场，也就特别容易造成止损。那后面我们在使用技术指标的时候呢，它只是用来辅助，大概率不会只通过技术指标来做判断。我们后面呢也会对每个技术指标来做教学啊，这些教学呢会让你特别的详细去理解各个技术指标背后的含义，它计算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计算的过程对于我们现在的交易有和特别重大的一些指导意义。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绿色的这根移动平均线 MA9， 它代表的是过往的9根日线加起来除以9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看到这里有个圈圈啊，都是这个每一个都是加起来除以9，它代表的意思就是现在的 MA 线指的是过往的9天的这帮人之前的那帮人的成本，所以这个只代表过去这帮人的9天的一些基本数据啊，只能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比如说我们在家设置一下 MA 加一个20，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多了一个黄色的？我们还可以加一个指标 M60、20、60、120都可以啊。那如果是说我们这3根平均移动线都在这个地方废弃了，那就代表是过往的短期或者中期、长期的成本都累积到这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特别容易出现，要么就是暴涨，要么就是暴跌。其实对于你现在做交易的一个阻力或者支撑，大家都可以去理解一下这些内容。也就是当在这个视频了解过后，也可以去交易所里面做一个练习，因为大部分的人呢在做练习的过程中都会亏损的啊。但是这个呢对于你来讲是有效的亏损，这个有效的是指你亏也亏得出理由来，你燃烧的小资金能够让你记住一些经验和知识，这个就是属于有效的亏损了。说白了就是用一个钱来换经验，换更大的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不需要用特别多的钱来做操作啊，就拿我们的零花钱10到100U 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5点啊，就是一个进阶内容。它的进阶内容技巧呢，也就是上面4点的一个结合啊，也就是根据1到4点的汇总来进行综合判断币种的强弱。综合判断币种的强弱，我们等一下来举个例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趋势图上面来看哪一种币强，哪一种币要相对弱一些。那我们就以这个比特币为例啊，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走势，我们就这里加另外一个币种，比如说税吧。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增加税这个币过后，它的走势呢，基本上也是根据比特币的走势一样的下降、下跌，对吧？下跌、拉升，再下跌。但是这里就不一样了，这一段距离差不多17到25号，比特币是一个横盘震荡的区间，所以呢，它就一直想往下跌。那一直到差不多比特币到2月20号，它一直是一个基本上属于一个横盘震荡的区间，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幅度啊。那税就不一样，1月25号到2月基本上都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啊，到2月6号差不多才开始拉升一点，再下跌拉升，它的趋势还是不一样的啊。在这里也就是简单的说，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大概趋势的一个走向
来决定我们一个交易策略，这样我们心里面才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你是做多还是做空，对吧？就要大家自己亲自多学习了解，累积自己的经验，拿最小的试错成本成长自己。强哥一直在重点强调，进入币圈行业，我们一定不能去货款、抵押、借钱等等的一个行为来投资。如果你这样做了，那就是最愚蠢的一个动作啊！一定是在我们有多余的闲钱，不管是你的事业也好，还是你的家庭，在一个正常良性的循环开支下去，有多余的闲钱，拿出你的闲钱一部分，比如你的小金库有10万，对吧？我们可以拿1万，或者我们小金库只有5000，我们可以拿500，对吧？做好你的资金管理，包括我们拿一部分的闲钱来投资加密货币。我们投资1000，看好一种币，你想去投资，你都要做好你的仓位管理，拿出你的投资的1/10也好，1/5也好，进行一个试错练习，这样反而让你可能有意外的收获。所以记住，我们加密货币我们一定不能心急啊，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走稳，壮大自己，才能为以后奠下坚定的基础，才能赚到我们认知以内更多的钱。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如果本视频对您有所帮助，请记得给强哥一个点赞加订阅哦，你们的支持就是强哥做视频的最大动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